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最近呢，我们测很多那个收音设备，就有厂商开始把一些收音设备慢慢都寄给我测试。今天为大家测这个 Lensgo 348C，像我们现在是在用的 Rode Wireless， 它的1代就收音很不错嘛。那2代就是加入一个录音功能，这个还蛮重要的。这台呢，它也加入了录音功能，而且不一样的是呢，它是直接可以插卡录音。我是觉得还相当有创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箱。打开一个盒子，说明书，这是磁吸扣哦，然后这个就是它接相机用的，那另外它也给了一条接手机用的，所以还算大方啊。就是说你在使用上你不需要在这里另外买线，那这里有个充电线，所有配件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直接看这个充电盒哈，那这个充电盒呢，它虽然自称为充电盒，但是呢，这个盒子本身没有内建电池，所以如果你要充电的话，你要从侧边这里自己去接行动电来充电。那打开来，它里面是长这样子。这个配件呢，它本身是最多可以1对2，我收到是1对1，这个就是麦克风本体。那这个呢，就是它的收音的机构。那刚刚有讲说它有个磁吸扣嘛，你可以这样子直接别着，比如说你就可以锁在热靴上还是怎么样，它算是它一个小配件了。那这接收器本身就没什么好讲，你打开电源它就会亮起，那会有一个状态，就接收电池的状态等等。那后面的这一个磁扣呢，它也一样是可拆卸的。那上面它这有个防风的兔毛，旁边这里呢就可以安装记忆卡。那官方说只能用32GB，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妙了。等一下可能会试看比较大一点容量，看能不能用。因为32GB 认真讲是实在太小了。它这个优点就是说，你像 Rode， 譬如说我们在录音，有时候收音收了半天，就看成品的时候有状况有干扰，你可以从 Rode 里面去拉，但是 Rode 它就要接电脑，要灌软体才能用。那这一颗的优点就是说，它直接存在记忆卡里面，然后它的录音格式是 WAV， 你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就直接放电脑，直接读就好，就相当方便。它32GB 说可以存100个小时左右的一个音效。那在续航部分呢，这2颗呢是说大概可以有7小时的续航。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本身除了这样子直接这样接相机去收音以外，它本身的一个内建的录音，你可以说，我今天不要有这一个东西，把它关起来或忘记带也不会怎么样，你就按下它旁边这里，它有个录音键，按下去，它一样可以直接录音。这样子录的话，它大概可以录4个小时左右。原则上，我是觉得就是多一个备份机制，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一点。那接下来我们会去户外给大家听一下它的一个录音效果。好，我们现在就到户外来为大家展示一下 Lensgo 在348C 它的一个收音效果。我是觉得这一颗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在兔毛的部分设计的是比较牢靠，它是用扣的。Rode的话，它是一个小扣夹而已。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麦的部分。还有一个3.5mm 的一个接麦克风的地方，所以你也可以夹领麦来使用。那 Type-C 连接副呢，它单纯只有充电功能，所以你就算是插记忆卡进去，它也不能去读音档，你必须把记忆卡拔起来。那记忆卡部分我实测哦，官方数值写32，那我测还真的只有32，而且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档案格式必须格式成 FAT32，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后面这里呢是一个领夹，那这个领夹呢？它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说它是磁吸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我们先夹住之后，你平常时可以拿手上夹，如果要用的时候这样扣上就好。另外呢，它在接收器的部分，它除了有电源开关以外，它也可以去独立设定每颗麦克风的一个音量，那另外也可以去设定左右声道的一个效果。接下来就为大家进行实测，我们来测第一个，就直接我用它录音，然后大家听听看录音的效果。那第二个就是它号称可以到70公尺那么远。那我们这边到后面那边呢，看起来应该也不到40，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先试试看，如果到40这样子收音都还不错的话，应该就还 OK 啦，没事情，不会有人跑那么远去收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试测。好，首先呢，我们来实测一下哦，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麦克风直接收音的话，它效果会怎么样？那我现在开始录音。好，现在要看一下亮红灯了，那听一看。现在我是直接用录音的方式，大家听起来说，是直接收音好还是录音好？这个优点就是说，你这忘记带了，或收音受到干扰什么的话，有音档还比较方便。不过刚刚有讲嘛，就最重要的是
它的记忆卡不能太大。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先格式化成 FA32，不然你不能用。好，接下来呢，在测试的就是一个最远距离能够录多远。那接下来我就往后退，大家看到后面，我自己预估大概30几公尺。那大家先看一下收音的状况怎么样。好，我现在往后走了，应该收得到音吧 ？OK， 好，那就往后走。这样子收到音吧。好。如果这样收到，其实我觉得也 OK 了啦。好，看完刚刚我们一个简单的测试，相信大家对 LensGo 这个麦克风应该有一定的了解。那我个人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在功能设计上是不错的，就是说它解决了像我们这种常去外面拍片，然后可能会忘记带主机、忘记带线，或者是被干扰的各种可能性。你知道，记忆卡、收音都还有救，我是觉得这一点还不错。那缺点呢，就是说它给我1对1的，我没有办法测1对2，所以我不知道1对2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这是有点可惜。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体积跟它的照片相差是很大的，收音品质大家可以听，这个就比较见仁见智一点。也许你觉得这样子 OK， 那也许有人觉得这样收音不好，那我不做评论，大家可以听一开始我用 Rode， 然后跟现在用 LensGo 的一个比较。它的充电盒虽然说它自称为充电盒，但是它本身又没有充电能力。那么大一麦，不管1对1、1对2，都那么大一个盒子，是觉得有点奇怪，而且还要外接行动电源，所以在携带上也没有很方便。大概就是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在找无线收音设备的时候，如果有像这种记忆卡储存，你可以考虑一下。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样开箱的，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